那通知云深电子那边，说蓝副总要耽搁一下。魏无羡合上文件夹，起身准备去跟蓝忘机汇报。啊，云深电子和云深制药的负责人都过来了。罗清扬赶紧补充，一大早就来了，似乎就在等蓝副总了。这么重要的事，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？魏无羡问。蓝总要求的。罗清扬小声说道，说不用打电话，等着蓝副总就好。魏无羡一头雾水，皱着眉头推开蓝忘机办公室的门，正好对方刚挂断电话。魏英，我已经接到通知。蓝忘机从魏无羡手中接过笔记本，我自己过去。好的。魏无羡目送蓝忘机离开的身影，回到秘书的座位，总觉得有些心神不宁。云深电子和云深制药是姑苏集团旗下2家十分重要的企业，都是由蓝忘机负责管理的。特别是云深电子，涵盖了移动通信、基站、计算机、系统集成、网络、软件等产品，是姑苏集团产业支柱之一。之前开除的苏舍也是隶属于云深电子。而云深制药的实力也不容小觑，是集天然药物、合成药物、基因工程药物、微生物药物等研制为一体的骨干制药企业，科研人员都有上千人。蓝忘机上任后，大力整顿了2家企业的管理层，将重点放在技术研发上。这2年，企业综合实力大大提升。这时候，2家企业同时过来，是有什么事吗？魏无羡一边敲着键盘，一边皱着眉头思考。魏秘书，魏秘书，罗清扬伸手在魏无羡面前晃了晃。怎么了？魏无羡回过神，发现聂怀桑、温宁和罗清扬一左一右一后正围着他。蓝忘机不在，秘书室的气氛就活跃了起来。连被大哥派过来实习历练的聂怀桑也丢下手中的工作，跑过来凑热闹。魏秘书，听说你要辞职？罗清扬开门见山。听谁说的呀，绵绵？魏无羡一点也不想提这事。魏哥，你就说是不是？聂怀桑一脸紧张，他生怕魏无羡走了，让他做蓝忘机秘书。哪听来的小道消息？魏无羡忍不住笑了，不是，我没辞职。八卦来的呗。罗清扬遮遮掩掩。绵绵，你哪里听的八卦？吓我一跳。聂怀桑顺了顺胸口，我就说嘛，蓝副总怎么可能会同意为秘书辞职？背后不与人是非。魏无羡依次看了看3人，蓝副总最讨厌八卦了，小心我举报你们。别，我大哥还说3个月后接我回去呢。聂怀桑摆摆手，赶紧回座位了。温宁就当看了场热闹，去开水间倒咖啡了。说吧，绵绵，哪里听来的？魏无羡自认为不会有第3个人知道他要辞职的事情，是整理蓝副总需要碎掉的文件。罗清扬拉了椅子坐下，小声说，我都会检查一遍啦。里面居然加了一张辞职信，仔细一看，没想到居然是魏秘书你的辞职信。啊，他要把我辞职信碎了呀。魏无羡回想昨天交了辞职信，蓝忘机就去开会了，2人一起吃的午饭，午休也是直接去了休息室，没有再回办公室。下午2人一起前往云深制药。后来的事情完全脱离常轨，看来这人根本就是一收到辞职信转手就扔废弃文件里了，不是没打算签字，而是压根就不打算考虑这事。所以你还是要辞职？罗清扬抓住了重点。不辞。魏无羡连忙否认，这要被蓝忘机听到，那还得了。魏英，来我办公室。正在交头接耳的2人同时被吓了一跳，罗清扬夹着尾巴赶紧回座位。魏无羡拿着笔记本小心翼翼推开蓝副总办公室的门。魏英，先坐。蓝忘机难得面色有些凝重。怎么了？魏无羡坐在蓝忘机对面，突然冒出一个不切实际的念头，咱家公司要倒闭了吗？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？蓝忘机语气严肃，眉头却舒展开了。魏无羡捂住嘴巴。怎么又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了？魏英，苏舍离职后直接去了墨林科技，今早还主持召开了新产品发布会。蓝忘机缓缓说道。不会吧，昨天才开除，无缝衔接啊。魏无羡吃惊不小，墨林科技即使是小公司，应该也不敢轻易用刚爆出性丑闻的人呐。今天早上云深电子的人发现他们的新产品从理念到设计都抄袭云深。蓝忘机继续解释。
墨林科技抄袭的都是云深接下来要重点推出的新产品，很明显是苏社在搞鬼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云深制药负责人一早接到海外分公司的报告，无意中发现有人在做云深2款药品的仿制药，而且2款药品都是保密配方，对方似乎还在国外悄悄建立了专门的生产线。这样的话，似乎是云深电子和云深制药同时出现机密被窃取的情况。魏无羡摸摸下巴，那怎么办？不立刻开展调查的话，估计会造成更多的损失。蓝忘机点点头，但大哥不想声张，让我私下调查。蓝总觉得，这不仅仅是单纯的机密窃取，怕打草惊蛇。魏无羡反应很快，蓝副总你亲自调查，你往云深电子和云深制药一走，蛇就跑完了。还有你，蓝忘机说，